Hello，大家好，我是高恩，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的频道。这期内容我们通俗点的聊一聊几个代表的共速机制的区别，比如 POW、POS 和 SCP， 转变能耗挖矿的固有思维，进而对未来的两大生态公链做出对比，希望能够帮助各位。高恩目前主要跟进 Pi-Network 分享传递思维观点，以后也会进行分享趣人趣事、知识故事、探索未知、使用资源的内容。大家点赞、订阅、分享，记得点亮小铃铛，打开提醒，支持下高恩。我们先来看共识机制的几种类型 ：POW、POS、RPCA 和 SCP。之前我们做过一期恒星共识协议的内容，不过没有和其他的共识机制做过多的对比，而且内容看起来也比较生涩。在这里我们再通俗点的通过对比来理解 POW， 也就是工作量证明，相信大家听的这个比较多，因为它是比特币去采用的一个共识机制，以太坊前期也是这个共识机制。那它是如何工作的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简单讲就是通过矿工之间相互竞争，看谁能最先解开复杂的运算谜题来运作。这些谜题很难解答，一旦解答出来，整个区块网络将会广播通知，而其他参与的矿工就会回去验证答案是否正确，验证过程则比较快，以此来确认区块。因此这个过程是矿工先运算，发现一个可被验证的随机数，随机数会产生一个具体的区块结果，也叫做区块散列值，再被其他矿工验证，然后才能在主链上增加一个新的区块。然后看 POS 权益证明机制，这是工作量证明的替代方案，用来验证区块，也是以太坊的转变方向。在 POS 系统中，新区块并不是由挖矿来获得，而是通过铸造来完成。相比 POW 中舞弊的代价是白白浪费电力， POS 中获得验证权，而作弊的话只会让你失去质押的代币。再看 RPCA 瑞波共识协议演算法，这是一种独特的演算法。之前的内容中我们提到 Ripple 的相对中心化属性，就是由于此演算法中每个服务节点都会服务一个信任节点列表，且认为列表中的节点不会联合起来舞弊。共识过程中需要共识验证的交易只需要接受来自信任节点列表中的节点的投票，所以才有了一定程度的中心化特点。最后 SCP 恒星共识协议，我们提到过该共识协议的4个特点，相比之前的3种验证算法要更全面。SCP 强调维护网络的安全性，也就是实现共识和识别不良行为节点的能力，以及活跃性，表现在能够不被不良行为阻塞的情况下添加新价值两方面的功能。换句话说， SCP 系统中的交易不需要得到网络中所有节点的批准，但不是用户选择节点，而是信任交易批准这件事儿。任何节点都可以相互加入对方进行交易。该协议提供的数学函数用于控制节点的有效性。对比完共识机制，我们来简单认识一下以太坊 2.0， 理解分片概念，对于我们去理解恒星共识协议中的分片有帮助。之前的内容我们还提到过区块链不可能三角，即去中心化、安全性、可拓展性。这里我们通过了解以太坊 2.0 中的分片概念，理解为什么使用恒星共识协议的 Pi-Network 能够更快速处理交易。以太坊表现出来的东西更多的是在于去中心化和安全性两方面，所以相比较为中心化的方案，速度要更慢。以太坊之后想要成为未来新经济体的支柱，则必须要解决交易处理速度的问题。以太坊 2.0 就是为解决此项局限性而来。在以太坊 2.0 中提出了一系列升级计划方案，包括以太坊分片、Plasma、Rollup。 简单说， Plasma 和 Rollup 比较类似，都是将交易从主链中脱离，以此实现以太坊的扩容，
提高交易吞吐量，是一种链下扩容方案，和侧链支付通道某种角度上来说是有些类似的。它们和以太坊主链锚定，保持一定程度的通信，但是运作大体上是独立的，也就是靠主链解决争端问题，靠自身完成日常活动，从而提升以太坊整体的可拓展性。这里需要把以太坊分片拿出来单独说一下，因为这里对比的看的话，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恒星共识协议。看过那期内容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在恒星共识协议中也有分片的概念。这里我们需要先知道一个事实，每个节点都会存储区块链副本，而每个节点也都将随着区块链的变化而更新，所以这个过程需要巨大的带宽和可用内存。以太坊分片的实施可以使得刚才这个过程更加轻量级。分片的过程就是将网络划分为不同节点子集，每一个分片都将处理自己的交易和合约，同时也会按照要求与其他网络分片进行通信，并且由于每个分片都将独立验证，所以它们不需要存储其他分片的数据，从而实现轻量级节点。看到这里，使用恒星共识协议的 Pi Network 做到更快的处理速度也就不足为奇，同时节点也会更轻量级。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点，如果想要在这个过程更加完善，节点的负载更加轻量，节点数量也就需要更多，而恒星共识协议的开放性让这点容易了一些。目前 Pi Network 节点的数量虽然已经不算少，不过想要做到白皮书中的愿景，节点还需要更多的数量，让 Pi Network 整体验证过程更加去中心化，同时也就具备了更高的验证可信度和更低的资源占用。最后我们更新对挖矿概念的认识。在 POW 协议中，网络的安全性由矿工们来保证，其中矿工不会作弊，因为作弊只会白白浪费电力，而且不会获得任何奖励。而在 POS 中不是这种博弈关系，验证者需要质押一定的数量的代币才能获得验证权，不诚实行为的代价不是能源浪费，而是质押代币的损失。如果该节点无响应或者脱机，则质押代币也将逐渐耗尽。理解了以上这些种种，我们再来看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现象。POW 协议让不少人对挖矿这个概念的认识走得越来越窄，认为除了消耗能源挖矿，其他的都不是区块链，觉得什么都没付出，太简单了，算什么区块链？但是你能够说权益质押共识机制下的挖矿不是区块链吗？因为 POW 机制中是先有挖矿，解决了哈希难题，才会产生出新的区块，矿工之间的竞争，保证安全性，可以说这是先验证后产生区块的过程。但是在 POS 中，新区块的诞生并不是由挖矿来产生的，而是预先铸造出来的。之后的验证过程也并不需要消耗大量能源的竞争，而是和你的质押权益数量、活跃度相关。质押的代币保证安全性，这个过程是先产生区块后验证，所以两个过程是完全不同的。对挖矿这一概念的认识要不断更新，然后我们再去看恒星共识协议，就会更容易理解。挖矿这个概念并不是狭隘的计算机消耗能源，产生新的区块其实并没有那么难，难的是验证具备可信度，共识机制也是为此而存在。在 SCP 中同样也是预先铸造区块后进行验证的过程，而不同分片的节点子集就新铸造区块进行验证，互相通信对比，完成验证。基于联邦拜占庭协议的 SCP 并没有以某些代价来限制矿工来保证真实性，因为拜占庭协议本身就是容许有作弊者的存在，而是通过多分片对比来保障验证的可信度。所以综合以上论述，高安个人认为，挖矿概念应该是为了获取奖励而进行的一系列努力，包含哈希难题计算、代币质押、节点参与等等在内的这些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正是因为这些，对 Pi Network 的质疑也从来不缺少。很多朋友可能会把区块链看得很深奥，确实专业技术方面我们外行无法理解，也不需要理解太多，但是我们可以理解其中的逻辑，
重点记着去中心化解决信任问题这一点就好，剩下的应用结合问题交给专业技术团队去构建完善。在区块链新经济体中，生态公链如何选择？未来的区块链新经济体中，理解了这些将会让我们更快速、容易地融入其中。而随着区块链不断普及的过程中，实际应用将会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加密资产方面也在不断地提升可拓展性，丰富生态内容。由此可见，单纯的区块链应用和虚拟代币的区分将会慢慢的不再那么明显。在元宇宙中是离不开加密资产的，而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以太坊。生态丰富性无需多说，转向 POS 后能耗问题得到解决，升级以太坊 2.0 提升可拓展性。Pi Network 作为新生代公链代表，公司机制、用户数量、生态丰富程度、创始团队等方面都不落下风。所以将来的新经济体中，2条生态公链你会如何选择？评论区留下你的评论吧。最后通知一下，鉴于微信群组再次被人恶意举报，本人微信号也再次被限制功能，短期不再组建微信群，以 Telegram 为主。电报群群组链接放在说明区和评论区，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也欢迎关注公众号混沌界，获取高远个人最新内容以及实用软件资源。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要分享的内容，我是高远，下期再会吧，拜拜。